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记。奈飞的电视剧《三体》问题再次把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三体》推上了舆论的热点。直到现在，油管上还有很多 UP 主在上传相关的节目。刘慈欣在小说的第二部《黑暗森林》里，借叶文洁之口向罗辑讲述了两条所谓的宇宙社会学公理，并且引入了两个概念。这两个公理就是第一，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第二，文明不断增长，但宇宙中物质的总量保持不变。而这两个概念就是技术爆炸和猜疑链。叶文洁在这儿到底是什么意思？罗辑又是怎么根据这两条公理和两个概念推出了黑暗森林法则呢？要说明这个，就让我首先解释两个概念中的猜疑链。在宇宙间，文明之间相隔遥远，即使是速度最快的光，想在宇宙中文明之间传递信息也需要很长的时间。因此可以说，宇宙中文明之间的信息传递是非常困难的。一个文明很难判断另一个文明对自己是否友善，它也无法确定另一个文明是否知道本文明是友善的。它还不知道另一个文明在清楚对方不知道自己明白对方是友善的情况下，另一个文明是否仍旧能保持友善。这个说起来实在是有点拗口，但这就是猜疑链。这条猜疑链还可以无限制的就这样一直传递下去。在这种情况之下，文明之间选择不信任似乎就成了必然。好，说完了猜疑链，咱们再来说技术爆炸。从原始地球人到现代人，经历了上百万年的时间。从文明出现到现在，仅有7000到8000年的时间。人类社会开始工业革命，距今不到300年。进入原子时代，那是近100年的事情。以电子技术为代表的技术革命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而以互联网、大数据、智能化和云计算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距今不足20年。以上这些都说明人类的技术进步是在加速发展的。如果人类是这样，宇宙间的其他文明中肯定也有很多文明技术发展路线是这样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一个文明暂时领先于另一个文明，但由于技术爆炸，另一个文明完全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超越这个文明。因此，在不加限制的前提下，宇宙的不同文明之间暂时的技术领先并不可靠，先进文明很可能在短时间内就被落后文明所赶超。这两个概念，如果说猜疑链是在说明文明之间没有信任的话，技术爆炸就是在说明文明之间的技术优势只存在于现在，并随时可能被超越。根据小说中的描写，罗辑是在失去了庄严和孩子之后，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在结冰的湖面上散步的时候，由于冰面破裂跌入湖中。此时的他望向星空，在冰冷的湖水的刺激下，悟出了黑暗森林法则的。其实罗辑正是将那两个概念，再结合前面叶文洁为他设定的两条公理，推出了黑暗森林法则。说白了就是在宇宙中，文明之间没有信任，相对的技术优势也只存在于现在，而生存所必须的资源是有限的，所以为了生存，必须在发现其他文明，并且确认自己现在具有技术优势的时候，就立刻把对方消灭，即发现即消灭。但是这种黑暗森林法则真的就是宇宙社会的真理吗？事实却并不一定是这样的。即使在人类社会，这种黑暗森林也已经越来越没有市场了。因为人类已经发现了比黑暗森林优秀得多的处理方法，那就是协作。1651年，英国的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出版的著作《利维坦》，一部近代西方系统阐述国家学说的经典著作，它的另一个译名是《巨灵论》。几个世纪以来，利维坦一直被列为领袖人物必读著作之一，被视为政治书籍之首。全书分成4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论人类，从人与生俱来的能力出发，讨论自然状态和自然法的问题。
第二部分就是论国家，主要讨论由契约产生的国家的各种形态、主权以及人权。第三部分讨论了教会的政治地位和个人信仰的自由。最后，作者还在第四部分对宗教、哲学以及政治思想进行了意识形态的批判。利维坦在第一部分就提出，人在最原始的状态下，欲望是无限的，但全社会的资源总量是有限的，所以每一个人都必定想要霸占尽可能多的资源，因此对他人永远只能保有最低限度的善意。所以结论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人与人之间必然会形成永远无法相互信任的猜疑链，并由此引发永无休止的斗争。霍布斯把这种状态称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这一段是不是很像宇宙黑暗森林法则？但是不要急，这只是利维坦的第一部分，是人类在自然状态下的基础假设。现代社会是这样无法信任、相互砍杀的社会吗？当然不是。那么人类社会是如何走出这种所有人对所有人永远的战争呢？其实霍布斯在这本书的第二部分就已经给出了答案。他说，虽然人类社会的原始状态是互不信任的，但有一天，只要有两个或者以上的人愿意暂时压制自己的天性，相互合作，他们的力量就会超越任何一个单打独斗的人。当然，在最开始的情况下，这种协作很难发生，但只要有人开始协作，他们抱团之后所带来的优势是爆炸性的，可以轻易的碾压任何一个坚持单打独斗的人。所以逐渐的，大家都必须找到相对可以信任的人来组成利益共同体，于是黑暗森林就这样被打破了。不知道大家是否看过好莱坞的电影《饥饿游戏》？在电影中，游戏一开始，那些来自各区的贡品孩子们不也是先想着组成小团体吗？当这些小团体不再把自己的作战目标仅仅限定为其他地区送来的贡品，而是游戏组织者的时候，就产生了巨大的力量。这还没有完，霍布斯还进一步说明，想要让人类永远保持协作，不会因为天性而重新跌回永恒的战争，就必须出现一个高于个体的怪兽，也就是利维坦。在有人胆敢破坏协作的时候，利维坦就会把它消灭，也就是书中所说的被利维坦吞噬。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利维坦怪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呢？没错，所谓的利维坦就是制定法律来约束大众的国家。霍布斯说，国家的存在是一种必要的恶，是为了让人们打破猜疑链，共同协作，而共同上交了部分权利之后形成的一个巨灵。这就是为什么利维坦这本书的另一个译名就叫做巨灵论的原因。所以你看到了吗？西方文明的建设基础是环环相扣的。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 Founding Father 们认为，政府就是一个力量必须受到限制的怪兽，必须三权分立，相互制约，而且必须每隔几年就重新进行一次选举。有了利维坦，再往前一步，就是奠定社会学基础的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了。所以利维坦被认为是社会契约论的前传。他们很好地解释了人类的社会与国家、法律与契约是怎样形成的。有了法律与契约，在社会与国家的监督下，人类自然而然地从黑暗森林走向了相互协作。所以到现在还相信人类社会和国家之间还是黑暗森林的人，其实只是缺乏相对的社会学的认识，对国家之间的博弈抱有幼稚的想法。现在就让我们以美国的第一块殖民地普利茅斯殖民地为例来说明一下吧。1492年哥伦布就发现了美洲，到1620年5月花号抵达美洲，100多年的时间，殖民者一直没有能够在北美立足。那5月花号的殖民者是如何立足的呢？其实殖民者是得到了当地印第安部落的帮助。当地的印第安万帕诺亚格部落正在和其他的印第安部落处于战争状态，万帕诺亚格部落节节败退。正在此时，部落的酋长马萨索伊明智地选择和新来的殖民者合作，
从他们那里获得先进的武器，并得到他们对部落的支持。就这样，万帕诺亚国在部落之间的战争中逐渐取得优势，获得了大片的领土。现在的纽约、宾夕法尼亚的大片地区都成了万帕诺亚格部落的领地。这是一场合作的胜利。万帕诺亚格通过合作赢得了与其他印第安部落的战争，而殖民者则在美洲落下了脚。马萨索伊酋长看明白了合作的重要性，在1621年的3月，也就是殖民者在北美大陆落脚后没几个月，酋长就和第一任总督约翰卡福签订了和平协定。马萨索伊还反复向他的继任者，也就是他的儿子交代，一定要和殖民者合作。可惜当马萨索伊在大约1661年左右去世的时候，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这位后来被称为菲利普国王的马萨索伊酋长的继任者是一个黑暗森林法则的信任者，他认为这些白人是不可信任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于是撕毁了和殖民者达成的契约，集结兵马对殖民者发动了后来被称为菲利普国王战争的战争。当然结果是引火烧身，遭到了全面的报复。最后菲利普国王被杀，而这个依靠殖民者科技迅速崛起的万帕诺亚格部落也在风光了短短数十年之后就被消灭了。菲利普国王和印第安人他就是没有搞明白协作的力量，所以他们一直处于一个所有部落和所有部落之间永恒的战争之中。其实印第安部落之间的内斗有近1000年的历史，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查一下阿兹特克的历史。这些印第安部落哪怕是能够形成一些最基本的协作，不要说是大一统，哪怕是3足鼎立或者7国纷争，最后都不一定会败给敌人。哪怕殖民者都出现在他们的土地上100多年了，他们都不能暂时放下彼此的猜疑链，而形成一个最基础的反抗同盟之类的组织，一致的枪口对外。所以与其说印第安人是败给了枪炮，倒不如说他们败给了落后的思想。他们从来没有出现过像霍布斯或者卢梭这样的思想家来告诉他们关于利维坦和世界的真相。很多人以为西方世界在近代的崛起纯粹依靠枪炮，其实他们真正依靠的是思想的突破，从黑暗森林走向社会契约，设立现代的法律基础，推翻王权走向民主等等，这些才是西方最强大的力量。不相信弱肉强食的人不一定都是天真的，相反，越是那些看透了人类社会本质的人，越明白制定契约和相互协作的重要性。著名的5月花号公约相信大家都听过，那是在5月花号的殖民者在第一次踏上北美大陆之前在船上就签订着的。这边在白纸黑字求合作，那边在互相猜疑不断战争，不败才怪。我们不妨再想想第2次世界大战。在2战爆发前，丘吉尔被称为西方世界头号反苏分子。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第2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参战。1941年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丘吉尔当即表示应该援助这个新的受害者。当天他在演讲中说道，在过去的25年中，再没有人像我一贯的反对共产主义，我不会收回我说过的话，但是我们将竭尽所能给俄国人一切援助。后来丘吉尔的秘书曾问道，您毕生强硬反攻，却与斯大林同床共枕，是否会感到良心不安？丘吉尔则笑着说道，如果希特勒入侵了地狱，我宁愿与魔鬼结盟。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我就不一一例举了。看到了吗？黑暗森林在我们这个小小的人类社会都不能战胜协作，在宇宙中就更不要说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您的支持是我持续更新的动力。咱们下期节目再见。